知道美国下场捞日元最难受的是谁吗？印度。上个月还哥哥妹妹的叫得很亲热啊，同为货币界的卧龙凤雏。现在美国一出手，日元暂时有了一块遮羞布，就显得在裸泳的卢比啊窘境愈发的赤裸裸。就在日元被美国总统、财长和联储共同抢救的这个档口，8月的第一周，印度卢比正在悄无声息地滑向深渊。从今年5月20号，美元对卢比创下了 96.96 的历史新低过去12个月卢比累计贬值了 9.5%。2025年全年更是以 5.1% 的跌幅坐稳亚洲表现最差的主要货币的尴尬宝座。从2025年年初的 85.5 一路跌破90，再击穿95的心理关口，卢比的贬值斜率比日元还要陡峭。那印度储备银行呢，虽然也动用了储备进行爬行式的干预，但始终是单打独斗别说美国财长像日元那样公开站台，连一句美国的口头支持印度都没捞着。更讽刺的是，美日联合干预的消息传出之后，国际资本反而加速的从印度市场撤离。既然日元是有兜底的优质资产，那谁还愿意蹲在印度这种没保险的雷区里面冒险呢？不知道老仙现在还认不认早苗这个妹妹？同样面临货币压力，同样是亚洲主要经济体，美日印三国在汇率战场上的待遇差距比新德里和东京的人均 GDP 差距还要刺眼。就日元而无视卢比，不单纯是到底谁是货真价实的全球第4大经济体的问题，背后还藏着美国盟友体系的金融准入门槛，也照见出了印度政府多头下注的外交战略最脆弱的命门。再说一下美日联手捞日元这个事儿我今天看到有消息，这个记者呢去问前 IMF 的副总裁、人行的副行长朱民老师，说这到底是不是某些人口中的广场协议 2.0 朱民老师的原话说是算不上不能相提并论，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信号大于金融实质的事件，一场信用成本极高的短期博弈。那他提到呢，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核心基石有2个，一是美国的经济实力，二是美元币值中立的市场信用。全世界都相信美元汇率是市场交易出来的，而不是美国政府随便操纵的。但现在呢，美国公然为了地缘盟友下场干预汇率，等于是美国亲手砸了这块招牌他明白的告诉全世界，美元的汇率规则是双标的，对盟友一套，对其他人另一套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讲市场，不符合的时候就下场掀桌子。大家现在看全球央行的操作，今年以来不断的在放弃美债，增持黄金，而且现在持有黄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债，这个就是对这一场饮鸩止渴式的救援的现世报。干预落地之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一路冲高。资本用脚投票给出了一个答案，他们不认为美国这波操作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觉得美国是在消耗自身的信用，为盟友兜底。日元贬值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美元和美债的风险进一步升高了。有些人又想要流量，哗众取宠，又怕别人戳自己的理论肺管子，这都不是我批不批判你的问题，这根本就是在借着理论和逻辑之名胡说八道。讽刺的是即便是美日这场充满了饮鸩止渴的代价的救援，对印度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因为在华盛顿的算盘里，印度连被算计的资格它都不够印度这些年把战略自主和多头下注玩的那叫一个花哨，在安全上靠美国制衡，在能源上买俄罗斯的打折油，经济上还吃两边的红利。莫迪政府天天在国内营造全球大国幻觉，然后呢觉得自己是旗手，但现在真到了汇率战场的绞肉机里，底裤直接就被露出来了2025年卢比全年贬值了 5.1%， 实际有效汇率跌幅接近 9.9%。进入2026年，跌势没有止住，反而进一步恶化。3月单月外资净卖出印度股票高达123亿美元，前5个月累计外资流出超过 2.25 万亿卢比。5月20号触及了这个9696的历史低点之后，其实距离破100的这个心理关口只剩一步之遥。要知道，莫迪14年上台的时候美元对卢比还不到60，10几年过去了，卢比几乎跌了4成，而莫迪政府宣传的印度崛起，全球第5大经济体如果发挥一下统计学的魅力，还可以争夺全球第4呢。可是如果用阳间的这个计算方法来计价的话，含金量早就在大大的缩水了。
驱动卢比贬值的压力它是全方位的。国际收支层面啊，印度的贸易赤字就是一个无底洞。中东战事一起，印度2026财年的石油进口账单直接飙升到了1120亿美元，黄金进口创下了72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暴涨24%。两个大项加一起啊，每年就要烧掉印度近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那特朗普政府呢，又对印度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直接又压缩了印度的出口竞争，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说白了，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多花少赚的这样的经济体，每年要靠侨汇、外资流入和软件外包才能勉强补上外汇的缺口。一旦外资撤离，汇率立刻就扛不住。现在卢比和美元的利差只有150个基点，套息交易毫无吸引力，内资疯狂的外流，外资也被老仙的各种杀猪盘吓得不敢进来啊。那汇率其实是塌了啊，都不是贬了。那货币跌成这样啊，印度为什么不敢向往昔的西方伙伴，甚至是异父异母的好兄弟川普来求救呢？第一是他知道喊了没用，美国的真金白银只留给那些深度绑定的在各种安全条款和供应链里的自家人，你印度顶多算是一个消耗地缘对手的战略备胎。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区别对待从来都是写在明面上的，汇率干预这种真金白银的硬核支持只会留给最核心的圈子。印度这些年拼命的往西方阵营里边挤一会儿参加四方安全对话，一会儿搞美印联合军演，一会儿又跟欧盟谈自贸协定以为自己已经摸到了核心圈的门槛，但真到了现在这种真金白银要兜底的时候，人家门都不让你进就像你天天去高端会所打卡拍照，以为自己就是会员了，真到买单的时候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折扣。那第二呢，他其实也不敢喊，因为如果喊了反而会暴露自己的虚弱信用这个事儿在金融上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莫迪政府一直在营造这个印度崛起大国叙事的这种神话。卢比贬值这种事儿低调处理还能说是这是市场化的调整，如果公开求援，就等于是在承认自己扛不住了，反而会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恐慌性挤兑而印度一直是以全球南方领袖自居的，天天号召发展中国家去美元化，结果自己先扛不住了，向美元低头，这脸还往哪儿搁？所以就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嘴上风轻云淡，背地里印度央行偷偷摸摸的卖美元来护盘，每花一笔都要精打细算，生怕外汇储备直接就耗尽了。第三层原因也是最扎心的一层，印度甚至没有足够的筹码让美国觉得它值得救。日本救不救关系到美债市场的稳定，日本手里攥着1.1万亿的美债如果日元无序的暴跌，日本为了自救无奈大规模抛售美债换成美元的话，那现在美国国内本来就面临着极高的债务压力和通胀幽灵的情况下，日本要是从最大的债主变成最大的空头，直接就能把美债的长端收益率打爆，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当场就得原地升天。所以美国是必须得救日元的，本质上也是在给自家的债券市场止血。同时呢，日本也关系到它的亚太同盟体系，关系到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每一条都戳中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可是就印度对美国来说能有什么实际好处呢？印度持有的美债规模只有2000多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1/5，抛了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印度的产业链对美国的可替代性极高，少了印度的软件外包和廉价劳动力，东南亚拉美随时都能顶上。印度的军事价值更多的是用来牵制我们的，而不是直接服务于美国的本土安全的。说白了，牵制我们的方式也有很多种，犯不着得用金融安全网络来换。那话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聊一下莫迪政府一直引以为傲的外交哲学——战略自主，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多头下注嘛。印度的这套玩法说起来也很有历史渊源。那从尼赫鲁时代所谓的不结盟运动开始，印度呢其实就习惯了在大国之间去游走，哪边有好处就往哪边靠一靠，哪边压力大呢就往那边退一退。莫迪的打算很精明在安全上靠美国来制衡我们，在能源和军备上靠俄罗斯来兜底，在经济上又同时想吃中美两边的红利。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印度顶着西方的压力，大规模的进口打折的俄油，加工之后再转卖给欧洲赚差价这波操作堪称多头下注的经典案例，一度让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者高潮迭起觉得印度这是玩明白了，大国博弈当之无愧的旗手国家。但问题在于，多头下注看似精明，实则有一处致命的缺陷，你永远无法获得任何一方的深度信任，进而就无法得到任何一个核心利益的承接和长期合作的复利。西方夸你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可以，给你主要的防务伙伴的头衔也可以，卖你点二手武器，让你组装点苹果手机都不错，但核心技术不给，
自贸协定不签，金融安全网更是想都别想。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啊，像极了老板给员工画饼啊，奖状随便发，加薪不可能，反正你想往上爬，你就得主动往我这边靠，不用我花真金白银去网络啊。那俄罗斯那边其实也差不多，虽然嘴上不说，但看着印度现在越来越往西方靠啊，心里不可能不膈应啊。军售订单被美国抢了不少，能源合作呢，也时不时的要看西方脸色。昔日的全天候伙伴，现在已经变了味儿了。真到印度有难的时候，俄罗斯现在自己都自顾不暇呢，别说伸手拉一把了啊。那跟我们那实际上是印度自己把路走绝了。如果只是普通的经济杀猪盘，我们或许还会动态博弈，可是中印之间还隔了河谷里面那些烈士的鲜血，想要改弦更张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讽刺的是，印度以为自己劲在掌握，其实在大国眼里就是随时可以被抛出的弃子，一个筹码。这次汇率事件就是最好的试金石。战略自主这4个字啊，在强者嘴里是独立自主的象征，在弱者嘴里往往是没人愿意为你兜底的体面说法而已。印度的强弱显而易见，在这场博弈里，日本付出了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信誉的代价，美国付出了美元信用和市场规则的代价，双方各取所需，也各有损失，但至少他们还同样在一张牌桌上有资格一起打牌。去算计一下成本和收益，而印度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美日联合干预日元这件事情，最大的启示不在于汇率本身，而在于它撕下了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温情面纱。这个秩序从来它就不是普世的，而是圈层化的。印度今天面临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也是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共同的困境。美元霸权之下，没有谁能真正的独善其身，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真正的金融安全从来不能靠别人施舍，而是必须靠自己的产业实力、外汇储备和货币信用一点一点挣回来，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句话放在任何时代其实都不过时，尤其是当前，这场全球货币的淘汰赛才刚刚开始，日元由美国托底尚且步履维艰，卢比的孤独长征怕是远未到尽头，而那些迷信左右逢源就能够躺赢的国家，或许都该从印度的沉默里读出一点属于自己的警示。大家看懂了吗？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